我用一生一世为你祈祷，祈祷你能过得比我更好，牵着你的手，暮暮又朝朝，你就是我手心里的宝。我用一生一世为你祈祷。Huh?
这个就是寄生虫，而这个是大蒜。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实验验证一下大蒜能否杀死寄生虫。首先用蒜泥器将大蒜压碎，然后把大蒜汁滴在寄生虫上。通过显微镜观察，可以看到刚开始寄生虫还十分活跃，但仅仅过去了1分钟，它们扭动的速度就明显变慢了。5分钟时，大部分寄生虫已被杀死，只剩少数还在挣扎。10分钟后，所有寄生虫都已被大蒜消灭。那么为什么大蒜会有这样的威力呢？关键就在于它含有的蒜素，这种成分能破坏寄生虫的细胞膜，最终将其杀死。不过需要知道的是，完整的大蒜里其实并不存在蒜素，只有把大蒜捣碎，让原本处于细胞内不同位置的蒜氨酸与蒜酶充分接触，发生反应，蒜素才会生成。另外需要注意的是，蒜素的稳定性很差，一旦温度超过80度，它就会完全失去作用。所以想要大蒜发挥杀菌驱虫的效果，必须将其捣碎后生吃才行。发明咬指甲的人，我怀疑他是个魔鬼。为什么说千万不能让孩子咬指甲？通过显微镜可以看到，指甲缝里缠着成千上万的细菌、病毒和脏东西，形成一座细菌堡垒。孩子一咬指甲，这个动作就等于把细菌堡垒直接送进嘴里，轻则可能引发口腔感染、肚子不舒服。现在正是肠道病毒高发期，这种病毒特别容易附着在指甲上，能活超过48小时。一旦吃进去，就可能引发更严重的消化道感染问题。这绝不是危言耸听。武汉一名9岁女孩就因长期啃咬指甲，导致金黄色葡萄球菌侵入，引发了骨髓炎，最后用了刮骨疗毒手术治疗。其实危险的小习惯不止咬指甲，比如玩完泥巴不洗手，小手沾满的寄生虫卵、致病菌，一摸嘴巴就容易中招。还有把玩具、积木、包装袋往嘴里塞，这些东西表面的细菌也会跟着进肚子。所以除了反复督促孩子勤洗手，改掉坏习惯，提前为孩子准备一份健康保障是更关键、更安心的一步。比如像支付宝里的健康服，少儿100万重疾险就是适合家长的选择。首先，少儿高发的重疾100%全覆盖，能保160种少儿高发重疾，就连意外导致的重疾、重疾手术等也在保障范围内。像白血病、严重脑膜炎后遗症、严重脑损伤都在其中。其次，赔付方式是确诊即赔，一旦首次确诊，能直接给付75万，这笔钱不需要自己垫付报销，是确诊后直接打到卡里的，可以和医保叠加使用。如果后续5年持续治疗，还能再累计给付75万，一共最高150万。这笔钱不限制使用范围，无论是确诊大病后的手术费、治疗费，还是孩子康复期的营养费、父母陪护期间的误工费，都能覆盖。还包括重疾就医绿色通道这类高端医疗服务，能帮孩子争取宝贵的治疗时间。生活中很多肉眼看不到的细菌会悄然入侵孩子的健康，我们做这些准备，从来不是盼着万一，而是当风险来临时，我们能毅然决然地给孩子最好的治疗选择，给孩子最坚实的防护盾，督促他们养成好习惯的同时，也别忘了备好这份安心的保障。这个就是寄生虫，而这个是碘伏。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实验验证一下碘伏能否杀死寄生虫。首先用滴管吸取适量碘伏，然后把碘伏滴在寄生虫上。通过显微镜观察可以看到，刚开始寄生虫还在快速蠕动，但仅仅过去了30秒，它们的活动就开始变得迟缓。1分钟时，大多寄生虫基本停止扭动，身体逐渐变得僵直，只有少部分还在挣扎。2分钟后，所有寄生虫都已失去活性。那么为什么碘伏会有这样的威力呢？关键就在于它含有了碘元素，这种成分能破坏寄生虫的蛋白质结构，使其变性失活，最终达到消杀的效果。不过需要知道的是，碘伏的消杀效果和浓度密切相关，日常使用的医用碘伏浓度约为 0.5% 至 1%， 消杀效果适中，高浓度碘伏刺激性更强，消杀速度也更快。另外需要注意的是，碘伏遇光遇热容易分解失效，所以想要碘伏发挥最佳的消杀作用，需密封闭光保存，且现用现取才行。白菜上洗不掉的小黑点到底是啥东西？天冷了，又到吃白菜的季节，好多人买菜都会发现菜叶上总有密密麻麻的小黑点，怎么搓洗都洗不掉。今天咱们就把它放大，看看这黑点到底是什么。放大之后能清楚看到，这些黑点其实已经长到菜叶的细胞里面了。这种黑点其实是白菜的芝麻状斑点病，主要是白菜种植时水肥没管理好，氮肥施多了，影响了它对微量元素的吸收才出现的。也正因为是长在细胞里的病症，所以光用水根本洗不掉。这里教大家一个判断方法，如果黑点数量少，菜叶也没有变色腐烂的情况，那这种白菜是可以吃的。但如果黑点特别多，说明病害已经比较严重了，菜叶细胞受损多，还会伴随营养流失、口感变差，甚至容易滋生霉菌，引发腐烂，吃了还可能给肠胃带来负担。这种情况就建议直接扔掉，别吃了。一次持续10秒的激吻就能交换8000万组菌群，这样的亲密接触真的是你想的那样干净吗？这是闷了一晚上，睡醒直接去吻他的嘴。我们来放大1000倍，看看到底有多脏。一小块黏膜上堆着无数未被分解的食物碎屑，更恐怖的是，整个口腔的臭菌规模是这里的500万倍。简单来说，就相当于去亲超过50个马桶圈的内壁。这些臭菌就是你每天睡醒后嘴臭的原因。如果不及时清理，黄垢越积越多，黑线慢慢渗透。但你的牙齿不会突然这样，超市里那些普通牙膏
膏只是以香盖臭，里面的劣质摩擦剂还会把牙齿表面开出小洞，成为细菌最佳庇护所。好在专业口腔护理品牌笑容家研发出了这款奇华盾调香，满满香水爆珠的牙膏，专门对付那些睡醒嘴巴跟下水道一样臭，还经常发干发苦的。里面添加了甘氨酸锌，刷一次就能去除99%的臭味汁，保持口气清新12小时。要是平时爱喝咖啡，管不住嘴的，坚持刷2周，能去黄339%。满满一管全是3D 微胶囊粒子，遇到唾液，香味瞬间激活，唇齿留香。想暧昧的就用这支山茶的水润莲雾搭配清冷白山茶，一种克制的性感，讲话哈气都是大美女香。平时爱吞云吐雾的，被嫌弃嘴臭的，用龙井的，早晚各刷一遍，鼻孔出气都是龙井茶香。关键现在品牌方做活动，只用2支的价格就能带走4支正装，还全是110克大容量的。虽然最终都还一个人，前路漫漫雨纷纷，谁在痴痴等？忍起心头千般恨，不做负心人。若爱得越真，就陷得越深。断了缘分，就只剩离分。
这个就是寄生虫，而这个是大蒜。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实验验证一下大蒜能否杀死寄生虫。首先用蒜泥器将大蒜压碎，然后把大蒜汁滴在寄生虫上。通过显微镜观察可以看到，刚开始寄生虫还十分活跃，但仅仅过去了1分钟，它们扭动的速度就明显变慢了。5分钟时，大部分寄生虫已被杀死，只剩少数还在挣扎。10分钟后，所有寄生虫都已被大蒜消灭。那么为什么大蒜会有这样的威力呢？关键就在于它含有了蒜素这种成分，能破坏寄生虫的细胞膜，最终将其杀死。不过需要知道的是，完整的大蒜里其实并不存在蒜素，只有把大蒜捣碎，让原本处于细胞内不同位置的蒜氨酸与蒜酶充分接触发生反应，蒜素才会生成。另外需要注意的是，蒜素的稳定性很差，一旦温度超过80度，它就会完全失去作用。所以想要大蒜发挥杀菌驱虫的效果，必须将其捣碎后生吃才行。灰指甲真的能根除吗？那引起灰指甲的真菌到底长什么样？很多人以为是这样的，又或者是这样。今天我就从灰指甲上搓下一些碎屑，放入培养皿中培养，带大家看看困扰了很多人的灰指甲真菌到底长什么样的。如果脚指甲发黄，脚指甲盖增厚，这就是得了难缠的灰指甲。几天后，我们一起来看看，这就是困扰很多人的灰指甲真正的元凶——红色毛癣菌。如果感染它后，由于人体甲板是致密结构，更是真菌繁殖的温床。我找来了市面上都说可以治灰指甲的2种药，一种是抗真菌茶剂，一种是碘伏，分别涂在真菌的两侧。咱们2天后看结果。2天后，我们一起来看看，涂了阿莫罗芬的地方停止了生长，而涂碘伏的地方长出了新的菌丝。事实证明，市面上常见的抗真菌茶剂还真的有用。